哎，大家伙早喽！4月14号星期一，清晨5:16，新的一周。今天是我第一个训练日，这周末有一个70公里的长距离训练赛。今天我们还是跟上上个周期的第一天一样，35公里渐加速，或者说是30公里渐加速，最后5公里的冷身已经准备好了。今天稍微有点凉，穿了一个有袖的这种半袖 T 恤。还是准备了一个100千卡的没有咖啡因的胶，我们就出发。上1公里5分09，跑了4公里，还有1公里，第一个5公里结束。第一个5公里就是热身，5分到6分，然后就是从445开始，每5公里加10秒，到25到30的时候，最后这个5公里加速顶一个5公里，然后30到35冷身回家。第二个5公里马上结束，目标配速维持了不错。哎，你看说着不错就快了。一会儿准备接下一个是445到435。像这种渐加速，我是越往后跑会越顺畅，因为现在让我维持一个很稳定的一个10秒区间的配速，对我来说，就我的能力和我的经验，还是有难度。快要到了，手表开始响了。看，435到445，加油加油！马上进入下一组，下一组是425到435。在这种训练中，你可能一开始觉得挺累的，但是到后边呢，找到感觉，找到状态。我现在事实上是那种，我很期待下一组更快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很美妙。还有40米，看老大爷一边做操一边给我加油。加速了，425到435，下一个5公里。我今天刚开始的时候，第5公里到10公里那5公里跑得挺不顺畅的呢，现在好起来了。这烘焙店太香了，这个味儿真的太香了。看前面我们跑团的2位先生和家里的小朋友们，这现在也就早晨6点多。差不多稳住这个配速，我们继续前进。马上就20公里了，下一个5公里也是最后一个轻松的5公里，415到425，之后25到30就要冲了。来到了那个啥，下一个5公里跑完之前吃一个胶，还有40米。可以，415到425，准备开始。马上迎来要顶的一个5公里，目标配速跑进4分05，但是我会努力跑到马配，吃个胶，开始倒计时了。走，335到406。
今天事实上比上次状态好一点点，也可能是今天冷。338。339。336。337。最后1公里要有一个折返。哦，最后1公里336。刺激！看看，可以。现在心率171，今天是比那天跑得好。看看我跑完的状态，还没擦汗，还没擦嘴。行，一会儿咱们聊聊训练后的放松。这30公里渐加速跑完，冷身5公里回家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种强度训练或者赛后，调整和放松肌肉。为什么我没说拉伸呢？昨天特别有幸能够在会长还有乐哥在一块直播的时候，和会长他们连线，聊了好多话题，这些话题给我带来了好多启发，这周陆续跟大家分享。今天这个不是我和他聊的话题，是我看他昨天的直播，有观众问说练后怎么拉伸，他说他不拉伸。其实我也不拉伸，我听完以后特别的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，和大家分享。并不是说拉伸是错的，拉伸没有错，是锦上添花的。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习惯，自己的思考。会长怎么想我不知道，原因我也不知道，没有细问过。我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不。
我刚开始跑步锻炼的时候是拉伸的，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这样是对的。我慢慢开始不拉伸是有这么一个感觉，就是当你的训练量或者强度足够大的时候，练完以后呢，身体会有一种脆弱感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就感受到我说这种感觉。就比方说今天我断然不会拉伸的。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次我受伤的经历，这膝盖拉伤，怎么拉伤的呢？跑完一个21公里还没跑完呢，还有2个十字路口，等红绿灯，我在那儿拉伸股四头肌，结果一松手，脚往下一落，把膝盖拉伤了，就瞬间就剧痛。可能这是一种潜意识里的阴影，但是呢，我个人认为，马拉松赛后或者很大的强度之后，你的肌肉和韧带是一个有轻微损伤和疲劳的状态，它的弹性和它的抗压的能力已经下降了。而且随着你训练强度的增加，再加上我们在一个训练周期里，身体本来就是疲劳恢复，在有一个负荷的状态下，就更容易造成一些没有必要的伤害。那有小伙伴说，那拉伸不是让肌肉放松吗？让肌肉不紧不团着。您相信我，您看到您腿上那一疙瘩一疙瘩的肉，并不是因为拉伸和不拉伸它就存在或者不存在的。你拉完了以后，那疙瘩肉还是在外人看来还是那样的。真心话，因为这东西它是不可能改变的。如果拉伸什么的就管用的话，那就不会有美容医疗了，对不对？那还开什么刀啊？拉一拉眼角不就上翘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就这东西，它好多东西是心理的。就什么情况下我推荐您拉伸呢？第一，新手跑得很少，就是你跑完以后觉得没有那种脆弱感，这您自己掌握那感觉。这时候可以在训练后做静态拉伸，但是呢，我还是秉持一个观点，不要做过度超限的动作，就不要太猛的弄，慢慢的。然后这是一种情况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比方说您久坐长时间一个姿势，你可以伸一伸，但是切记就是一定不要猛的一下。那什么时候不要拉伸呢？赛前和练前，就是你还没开始练呢，热身一定不要做静态拉伸，一定是动态，就蹦蹦跳跳踢踢腿这种。训练前的静态拉伸有可能造成训练时候增加受伤风险。那像赛后和训练后强度后推荐哪些形式的放松呢？我觉得普通人咱们没有那个低温液氮那种条件的，像夏天这种，像我今天回去就是冷水热水交替着冲腿的，然后呢，或者是冰水泡个脚，再热的时候让身体冷下来。就这个观念，其实这个感觉和很多潜意识里或者说下意识里的理论是相反的。人们会说是不是热水泡一泡好，然后活血化瘀好，崇尚拉伸的很多小伙伴也是这个观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我觉得马拉松训练不是这样的，马拉松训练练后要让身体凉下来，冷水泡脚泡腿是很管用的，然后冷热交替是帮助恢复。像我现在早上起来7点多，我到今天晚上或者傍晚就可以，要不然热敷一下，要不然按摩一下这种。然后还推荐什么呢？如果你有条件，可以用按摩来促进肌肉的恢复，这个是我很推荐的。但是
大多数时候不是太有条件，而且有的时候就算有条件，我在赛前我也不用，就即便用都是，就是因为你出去做肌肉按摩，就有可能感冒，因为一个公共场所，对吧？所以有时候我过于谨慎，但是按摩是最管用的，然后冷水这种是最管用的。刚才再补充一个拉伸的情况，比方说我今天就是一轻松跑，像我休息日2公里到7公里不等，看心情看状态。这种完了之后可以对疲劳的肌肉做一做拉伸，这样的话呢，你这一个周期的肌肉可能会让它能稍微的松一些，让韧带稍微松一些，但是不过度就好了。另外就是赛前不推荐拉伸，除了像刚才说有可能增加受伤的风险以外，还有就是其实你普通人像咱们就拉得越开，你的刚性越弱，刚性越弱，你的就是赛场上的状态越差，这是真的真心话。就并不是柔韧性越好马拉松就越好的，很多的马拉松运动员其实身体都特别的硬。这就是我不成熟的观点，大家也不用听了我的这个观点就完全放弃自己以前的习惯。专业运动员也是很多都是拉伸的，就是自己训练自己。我只是跟大家分享，有可能我的一些经历，别到时候给您造成什么未知的风险就好了。因为我看到很多马拉松比赛赛前热身的地方，人们在那儿做特别深的拉伸，我觉得不好。而我的观察是，我从一开始北马首马 G 区到现在无锡 A 加区，从那时候东京马拉松的 D 区到现在日本境内的马拉松都能是 S 区，我看到人们的热身方式是明显不一样的。越慢的区静态拉伸的人越多，越快的区基本就是蹦蹦跳跳，或者在一块聊聊天，互相的寒暄一下。这其实也说明问题，就是通向高水平的路各有千条万条，但是最后大家都达到了一个差不多的理念和状态。行吧，往家跑，训练后见。周一的早晨快8点了，都训练结束，35公里。这次比上次强啊！这次只用了2小时39分06秒，平均配速4分33。我记得那一次好像是2小时41，但是因为是个渐加速，我们就看单圈。运动表现优秀，训练负荷中等，254，营养效果提高3.8，无氧效果维持2.0，最快1公里3分36。我们看看单圈数据。第一个5公里目标配速是5分到6分，我跑了5分15。第二个5公里目标配速是4分45到4分55，我跑了4分50。第三个5公里目标配速是4分35到4分45，我跑了4分37。第四个5公里目标配速是4分25到4分35，我跑了4分28。下一个5公里目标配速是4分多少？4分15到4分25，对，我跑了4分18。最后一个5公里目标配速跑进406，最高是336，我手表设的，我整跑了一个336。然后5公里冷身回家，平均配速4分44，还行吧？是不是？这就是你练积累，然后顶状态，好好恢复，然后认真吃饭，但是呢又要就像下边这周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体重焦虑，就是再加上一些轻微的克制，我觉得就特别好，真心话。行了，就不跟大家多说了，还是再抒发一下昨天能和会长乐哥他们连麦的喜悦心情。回头咱们的直播也可以考虑引入这种环节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